宇宙中有一股无限的力量在等待着你去发掘，而这股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你内心深处的信念与决心。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或正面临何种挑战，你都拥有无限的潜力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。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相信自己，并相信你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贡献。现今的社会往往喜欢给我们套上各种框架，试图用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成就与价值。然而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认可，而非外界的评价。你不需要屈服于这些框架，也不必依赖他人的认同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重要的是，你要时刻保持内心的探索精神，不断前进，因为每一段经历，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，都是你内在成长的一部分。每一个小小的突破都是灵魂向外扩展的表现。根据吸引力法则，你的思想和情感如同磁石，会吸引你所专注的能量。因此，当你将信心、爱与感恩的情感注入你的思维，你所吸引到的就会是美好与丰盛的事物。宇宙中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。当你愿意与这股力量连结时，你会发现自己拥有改变现实的能力。你不仅可以塑造自己的命运，还可以影响周遭的人和环境。很多人会问，我真的能改变我的生活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并且这种改变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这里引用量子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，你的大脑拥有强大的可塑性。透过改变你的思维模式，你可以重新编程自己的神经通路，从而改变你的生活轨迹。每当你选择相信自己，并积极面对挑战时，你的大脑就会逐渐形成一个积极的思维模式。这个过程就像在森林中开辟一条新路径，走得越多，这条路就会越来越清晰，变得更加容易走。宇宙并不会根据过去的成就或失败来判断你，它只会回应你当下的思想和情感。因此，不论你之前经历了什么，都不应该成为你前进路上的障碍。过去已经结束，而未来尚未来临。唯一真正存在的就是此时此刻。这就是为什么活在当下是如此重要。当你全然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瞬间，你就能与宇宙的力量同频共振，从而更有效地吸引你渴望的结果。让我们来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理念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一步是学会控制你的思维。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简单，但事实上，我们的大脑每天会产生大约6万个念头，其中大多数是潜意识的。因此，觉察并主动选择你的思维非常重要。当你发现自己陷入负面的思维模式时，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用一个积极的想法来替代它。例如，当你感到不够好或无法完成某件事时，提醒自己，我正在成长和学习，我有能力创造独特的价值。这样的自我肯定能够帮助你打破限制性的信念，并培养更积极的心理习惯。接下来，视觉化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。每天花一些时间想象你已经实现了目标，感受那种成功的情感，让你的思想与你想要达到的结果保持一致。视觉化的过程就像是一种心理练习，通过反复的练习，你的大脑会将这些积极的画面视为现实，从而帮助你朝着目标迈进。此外，感恩的力量不容忽视。当你对现有的事物心存感激时，宇宙会回应你的这种高频能量，并带来更多值得感恩的事物。这就像是吸引力法则的另一面镜子。当你感恩当下，你会吸引到更多的丰盛与美好。试着每天写下3件让你感到感恩的事情，不论是生活中的小确幸，还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成就。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够显著提高你的振动频率，并使你更容易吸引到积极的能量。
然而，吸引力法则的实践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靠思考就能改变现实。相反，行动是至关重要的。当你设立了一个清晰的意图后，接下来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实现目标的一部分。这些行动不需要是剧烈或艰难的，甚至可以是非常微小的步骤，但每一步都应该是基于内在的灵感和直觉的引导。当你跟随内心的指引，行动起来时，你就会发现道路开始变得越来越顺畅，机会也会自然而然地出现。为什么要为了别人无理的行为惩罚自己呢？在这个充满能量交错的宇宙中，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频率和磁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有些人总能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，而有些人却能让你感到疲惫不堪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？这些人有时候会给予你一些看似无意的暗示，结果却动摇了你的自信，让你陷入无端的困境与不快。这样的人，我们称为能量小偷。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到不舒服，甚至会因此惩罚自己，陷入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。但你是否真的能够辨别出他们？这些人往往不会直接表现出敌意或恶意，而是透过细微的暗示来干扰你的内在平衡。例如，他们可能会不经意地表达出一些负面的看法，或是不停地强调你需要改变的地方。久而久之，这些负面的言语和行为会慢慢侵蚀你的信心，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。这种被暗示的过程通常是隐蔽而缓慢的，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。你可能会开始感到沮丧、无助，甚至无法解释为何自己突然陷入这样的情绪波动。这就是能量小偷的威力所在。他们通过不断给予你负面的情感和思维暗示，让你开始质疑自己的人生方向，从而削弱你的能量。宇宙中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法则，那就是吸引力法则。根据这个法则，我们的内在想法和情感会吸引相应的外在现实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处的环境、遇见的人，都与我们内心的频率密切相关。当我们专注于积极、充满希望的思维时，宇宙会回应我们，将这种正能量扩大并送回到我们的生活中。然而，吸引力法则也有其相反的一面。如果我们过度专注于负面情绪，总是怀疑自己、质疑自己的价值，这些负面的能量就会如同磁铁一般，吸引更多不如意的事情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和混乱。因此，为了让自己过上更愉快、丰盛的生活，我们必须首先学会辨别身边的能量小偷，并有意识地远离这些消耗我们的人。能量的影响很巨大，正如吸引力法则所说的，我们的能量和频率决定了我们将吸引到的事情。与其惩罚自己、陷入他人的负面情绪，不如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内在能量，让生活变得更加充满希望。既然我们知道了能量小偷的存在，那么该如何保护自己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与正能量的人相处。这些正能量的人往往能够带给我们力量和支持，帮助我们提升内在的频率，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游刃有余。此外，定期进行能量清理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。无论是透过冥想、瑜伽还是大自然中的静思，这些活动都能帮助我们扫除身边的负面能量，让自己重新回到平静和谐的状态。你可以将这些清理的过程看作是一种能量上的大扫除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放松，更是心灵上的释放。在这过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对自己内在的忠诚，不要让别人的言语和行为影响到你对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场和磁场，而我们只需要对自己负责，活得对得起自己就好。正如宇宙的法则所说的，我们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，
但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处于一个正能量的环境中，吸引那些与我们频率相合的人来到我们的生活中。要学会与宇宙共鸣，因为宇宙是充满无限可能性的。当我们调整自己的内在能量与宇宙的频率相合时，吸引力法则便会开始运作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情境，每一个遇到的人，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内心状态的反应。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外在的现实，那么就必须首先从内在着手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需要理解，之前的影片也很常提到，注意你所专注的，那些都将成为现实。因此，如果你总是专注于那些让你不快的人和事，你的生活只会吸引更多的困扰和问题。然而，当你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幸福，专注于那些让你感到充满力量的事情时，宇宙也会相应地给予你更多的祝福和机会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因为别人的无理行为而生气，甚至惩罚自己。但事实是，这样做毫无意义。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言行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他们。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无理行为惩罚自己呢？最终能够对我们的情绪负责的只有自己。我们不必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，也不需要为了别人的负面情绪而牺牲自己的内心平静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人人喜爱，也没有人有责任让所有人满意。我们的责任是对自己负责，过一个对得起自己的生活。通过辨别能量小偷，清理负面能量，与正能量的人和事物共处，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频率，吸引更多美好的事物来到我们的生活中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你还是会在黑夜中彷徨，感觉到前方的路途遥遥无期。或许你的过去充满挑战与挫折，每一个转折都带着深深的烙印。然而，尽管伤痕时而隐隐作痛，你依然在这里坚持着，奋斗着。这样的你，其实已经是奇迹的化身。透过每一次的跌倒与重生，你正不断成长，并朝着更好的自己迈进。在宇宙的运行法则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吸引力法则的中心。这法则告诉我们，思想与情感是创造现实的根本力量。尽管外界的环境可能是艰难的、无法预测的，但我们内在的心灵却能够选择如何应对这一切。当你心中怀有积极的念头和真诚的信念，宇宙将会回应你的期望，并把你渴望的结果带到你面前。或许这听起来过于简单，像是一个理想化的说法。然而，科学与灵性世界的最新研究显示，我们的思维方式确实会塑造我们的现实。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，而是一种可被量子物理学所验证的现象。根据吸引力法则，当我们专注于某个目标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吸引与之相关的机会、人物和情境到我们的生命中。你曾经思考过，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的愿望，而有些人却总是处于挫败与困顿之中吗？这并不是运气的问题，而是与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。当你选择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，你便开始改变自己的振动频率，从而吸引相应的能量来到你的生命中。要真正掌握吸引力法则的力量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正面思维，还要学会如何放下执念。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你的梦想，而是对宇宙的运行秩序保持一种信任。想象你种下一颗种子，你不会每天挖开土壤检查它是否发芽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有适当的阳光和水分，它自会在适当的时机生长。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我们的愿望。当我们对结果过度执着时，反而会产生焦虑，这种负面情绪会阻碍我们的能量流动。因此，当你设定了目标，
并采取行动之后，学会放手吧。相信一切都会按最好的方式发展，甚至可能超出你的预期。宇宙的智慧远超我们的想象，它会为你打开那些你从未想过的门，带来那些你从未考虑的机会。然而，成为自己生活的创造者，并非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过程。这是一场不断进化的旅程，需要我们对内在的思维保持清醒的觉察。根据科学家乔·迪斯本扎博士的研究，我们每天有大约6万个念头，而这些念头中大多数都是重复的。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，这些习惯性思维会成为限制我们前进的巨大障碍。因此，第一步是学会觉察我们的思维模式。当你开始留意自己每天对自己说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许多时候，我们内心的声音是负面的、批判性的。这些念头会深深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情感，进而塑造我们的现实。当你发现自己有负面思维时，试着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有意识地转变思维。例如，当你感觉到自己不够好，觉得无法胜任某个工作时，请告诉自己：我正在学习和成长，我有独特的价值，可以为这份工作带来贡献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选择一种更积极、更有力量的思维方式，让它推动你向前，而不是拖你后退。视觉化是另一个强大的工具。每天花几分钟时间，生动地想象自己实现目标的样子，并体会成功的感受。当你将这些积极的思维与情感相结合时，你会创造出一个强大的能量场。这种能量会吸引更多相似的经历来到你的生活中。此外，正念冥想也能帮助你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思维。通过每天几分钟的冥想练习，你可以学会观察自己的思维，而不是被它牵着走。这样做会让你在反应之前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，而不仅仅是自动地被情绪驱使。你会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能够更清晰地选择那些支持你目标的念头，而不是那些阻碍你前进的念头。成长的过程往往并非一条直线，有时可能会遭遇挫折，但每一个小步都是通往幸福的关键。在这条路上，请记得，你的幸福将会超越过去的悲伤。尽管过去的阴影仍可能偶尔浮现，但那些伤痕只会让你更加坚韧。宇宙总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运作着，默默地为你铺设道路。你的信念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情感，正不断地创造着你未来的现实。信任宇宙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，这意味着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并相信无论结果如何，宇宙都会给予你当下所需的一切。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放任，而是一种信任的表现。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后，你不会每天挖出来检查它是否在生长。你知道，只要它得到适当的水分和阳光，最终它会茁壮成长。同样，当你设定了意图并采取了行动后，学会放手并信任宇宙会为你安排最好的结果，是一个关键的步骤。因此，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请相信一切终将好转。也许今天的挑战正是明日的契机，让你变得更强大、更智慧。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，都在向宇宙传递着你不懈追求幸福的决心，而宇宙正准备着以同等的善意与丰盛回应你。迎接未来的那一刻，幸福将会如雨后的阳光，照亮你所有的悲伤，带来属于你的重生。你拥有无限的潜力，这种潜力来自于你的思想、信念与行动的合一。宇宙是丰盛的，它的力量无穷无尽，而你只需打开内心，与这股力量连结，便能够创造你梦寐以求的现实。每一个当下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，让我们一起相信并探索这股无限的潜力吧。
相信吸引力法则的力量，并且对自己保持忠诚，这样你将能够创造出一个充满丰盛与喜悦的人生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